嗨，大家好，这个小家伙名叫呱唧，是一只澳大利亚牧羊犬，是个男孩，现在快6个月大了。这是他刚来到新家时的模样，小小的，怯生生的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一转眼已经过去2个月了。我们也从最初的手忙脚乱到互相适应，现在他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个家。他的到来让这个家变得不一样了。其实，从他到来的那天起，我就知道和呱唧的相遇将是一段特殊的经历。现在，终于能有时间坐下来讲一讲我们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呱爸，准备好了吗？让我带你回头看看，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。让我们一起走进呱唧的小世界。故事要从2个月前说起。8月终于到了，这是我们期盼已久的日子。等了大半年的小狗终于要回家了，可我们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幸运的是，事情并没有像我们担心的那样。几天后，随着天气放晴，我们也等到了好消息。我们今天要干嘛去了？这小个鸡开心吗？开心。记得第一只小狗是在我6岁那年来到家中的，直到现在，它的到来和后来的离别还像昨天发生的一样清晰。也是从那时起，我的生活里一直都有小狗的陪伴，直到大学毕业，和很多人一样离开家去了别的城市，为生活奔波。从那之后，我就再没养过狗，已经忘了和小狗们相处的感觉。直到哈利的出现，准确地说，是哈利和我妻子一起走进我的生活。哈利原本是他的狗，但在我们认识之后，他很自然地也成了我的狗。对我们来说，哈利一直都是最特别的存在。正是因为他，我们才慢慢靠近，最终走到了一起。之后，我们的小家陆陆续续加入了新的成员。这是宝宝，一只我们收养的流浪犬。它对人非常友好，活泼好动，但对其他动物可没那么客气。大美是一条美系秋田犬，和我儿子同年出生。它强壮、独立、沉稳，对人温柔，却永远保持着自己的距离感。她是家中狗狗们的女王。图图呢，它是一只法国斗牛犬弟弟，是性格最好的那一个。这个胖小子永远充满活力，永远乐观热情，当然也永远学不会控制大小便。几条小狗和我们走过了可能是人生中最好的时光。生活变迁，我们总是彼此的依靠，命运沉浮，他们是永远的陪伴。时间飞逝，转眼多年过去了。我们步入中年，小狗们也老了。今年年初，经过一番深思熟虑，我们决定迎接一只新的小狗回家。希望这位新成员的到来，能为日渐安静的家和年迈的伙伴们带来一些新的气息。因为这些陪伴多年的小家伙们，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奔跑拥抱，热情地欢迎我们回家了。随着年纪的增长，他们渐渐失去了活力，疾病也在慢慢袭来。其中最严重的是宝宝。作为流浪狗，我们不清楚它的实际年龄。被收养时，它已经是成年犬，所以至少已经16岁了。高龄的它，除了身体的衰弱之外，还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，这2年来越来越严重。瘦弱的它，仿佛生活在属于自己的时空里，常常发呆，盲目的走动，有时会突然嚎叫，或者在原地不停打转。唯一的安慰是，它没有忘记我和我的口哨声。今年的4月27日，宝宝还是离开了我们。即使今天看到这些画面，我还是会落泪。但我知道，至少我们给了彼此足够的爱，互相陪伴，走过了最好的一段时光。生命就是这样，来了
感受了，爱过了，然后离开，也许这就已经足够了。我相信所有生命之间都是紧密相连的，彼此的连结让我们不会随风飘逝，这种羁绊不会因为死亡而消失。离开并不是结束，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再相遇。也许真的是命运，在冥冥之中，一切都有它的安排。在悲痛之后，总会迎来新的惊喜，仿佛早已注定。就在宝宝离开的第二天凌晨，呱唧出生了。那一刻，我真的相信有什么存在，它在无形之中把这个小家伙带到了我们身边。7月，第一次见到呱唧时，我们都被它吸引住了。和我们印象中的牧羊犬不同，这个小狗很安静。面对陌生的我们，它显得有些羞涩，但掩饰不住好奇和友善。除了眼神与家里其他狗狗一样的单纯清澈，呱唧的眼里还仿佛藏着许多心事，灵动而温暖，好像在默默地打量着我们，想要更多地了解我们，了解这个新的世界。今天，我们终于可以迎接呱唧回家了。500米后到达目的地。舍不得你，是吧？这个脚能站姿吗？对。咦，带上就走了？我跟老娘说拜拜了。跟我们走吧。哦，屁股当中。拖住，对，好。这样。然后把它贴在身上。对，贴在身上就好。来。不一样，再笑一个。你的表情，你往下看吧。我给刺眼了。太热了，是吧？哦，幼犬还是要注意一下。它到一起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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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呱唧第一次坐车，出乎意料的安静。一路上，儿子抱着呱唧，呱唧依偎在儿子的怀里，两个小家伙已经互相充满信任了。一会儿小呱唧降住。小吉，小吉，小吉，来。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哦，对了，这是你的家啊。你把大妹妹抢走了。对了，差点忘了介绍这位凶猛的原住民乌力，他是第一只勇敢进入我们这个爱狗家庭里的猫。3年前来到家里，是一个永远翘着尾巴的呼噜怪。别看它外表高冷，其实性格软软糯糯的，喜欢安安静静的陪在身旁。和几条狗之间，也一直是井水不犯河水，和平相处。但是对刚刚到来的呱唧，
乌力似乎并不太欢迎，也许是觉得这个好动的家伙打破了世界原本的宁静吧。文迪，又来一个，这个好像很乖的样子。听说剪指甲都是不乱动的，屁股上还有一颗爱心。夜深了，晚安吧，小家伙。你一定会喜欢这个新家的。它可能很普通，但这里有满满的爱，有温暖的怀抱，有安静守候的伙伴，还有每天小小的快乐。你的狗生才刚刚开始，还有好多惊喜等着你去发现。小小的我们，一起去看看这个大大的世界吧。明天，呱唧将迎来他到新家的第一次考验，和大美见面。初来乍到的小家伙会怎样对待大美呢？而这位女王是否能接受呱唧呢？如果你想继续关注呱唧的小小世界，记得订阅我，我会继续讲述呱唧的成长故事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